我相信在方圆10个 mile 可能20个 mile 已经聚集了大概全球密度最高的富豪的地方。躺平的人并不快乐，躺平的人其实他有他的焦虑。这里是 Atherton 全美最贵的 zip code， 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水面之上云淡风轻，水面之下所有人都在拼命向前划水。无论是你身边的同事，还是你眼中那些早已坐在牌桌中央的创投大佬。你比如说像我的很多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他说你会一直折腾到80岁90岁，which我也认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会选择的人生道路。郑红 Holly 郑，嘉嘉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蓝标国际董事长，南加大客座教授，作为一位深耕科技、品牌传播与全球化运营的投资人和管理者，郑红女士曾执掌蓝标国际，全面负责集团的全球业务扩张与战略投资布局。在她的带领之下，蓝标国际完成了多次全球化并购与海外上市进程，业务版图横跨12个国家，汇聚3000多位行业精英，成为中国品牌走向世界浪潮中极具代表性的力量之一。2023年，郑红女士于硅谷创立嘉嘉资本，专注于扶持早期及成长阶段的科技创业公司。她也从品牌全球化的一线操盘者，转身成为科技创新背后的长期陪跑人与资本赋能者。公司成立3年不到，嘉嘉资本投出的10几家公司当中就有4家成功退出。而最近押中的一个项目，更是让嘉嘉资本和 Google Ventures、Greycroft、NVIDIA、AMD 等顶级机构坐上了同一张牌桌。这家公司叫 Recursive Superintelligence， 没错，就是由田渊栋、施天林等8位顶级 AI 科学家共同创立的递归超级智能公司，开局就完成了6.5亿美金融资，估值飙升至50亿美金。而这位曾被 Meta 裁掉的科学家田渊栋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选择把自己下一个10年全部押注在 RSI 上，而 Holly 则选择为他们的梦想买单。面对外界太贵了的质疑，他的回应是我觉得贵和便宜其实是相对的。那 Recursive 它是一个值得长期做，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化结果的，可能 Research 本身它就是一个产品。为了把这件事聊透，也为了搞清楚一个 operator 如何转身成为经营者，再转身成为投资人，还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为 LP 交出一份漂亮的回报，我专程去拜访了 Holly， 而这也是 Holly 人生中第1期中文播客采访。您是我的北外学姐，您也是众多北外女孩心中的事业的天花板。就像我当年在北外念书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精读课，你有泛读课，在一个企业里做，我觉得更多是一个精读课。在这个行业里你扎深下去，投资一定上它是一个泛读课，就是你会看到不同的创业企业，你会见到不同人，同时你也必须要有不同的 knowledge。 我们聊了他投什么，信什么。我们投 AI， 但是我 keep saying 的一句话是人本类， Don't fall in love with your technology， 尤其在硅谷。聊了他怎么选人，我希望看见眼里有光的人，因为创业真的不是9死1生啊，我觉得创业可能是99死1生的事情。聊聊 VC 到底是一场什么样子的游戏。我们的 portfolio 其实是一个足球队，所以我不觉得 VC 是那个吹哨的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教练以及陪练的角色。也聊聊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假如我前面有3条路，一条路是我，还有一条是，那您会建议年轻人选哪条？我不能建议你，如果明天要饿死了，请先活下来。当你能够承认并且意识到别人比你自己更重要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leader。北京话说，把这个局攒起来的人，能够让大家往一个方向走的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leader。Holly 姐，特别感谢啊，非常欢迎您来到创建播客。这期对我来说很重要，第一是因为您是我的北外学姐，您也是众多北外女孩心中的这个事业的天花板。第二也是就是您是我一直非常仰视崇敬的这样一个女性创业者，特别感谢您对我以及其他创始人们这个创业初期的支持。第3点就是我知道这是您做的应该是最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对外的第1次中文的播客，特别感谢您把这个播客处女秀就献给了我们的、也谢谢你，也谢谢你。创建播客非常感谢哈。单看您的履历会意识到您身上的这个荣耀的标签太多了。嘉嘉资本的创始管理合伙人，蓝标国际董事长，南加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客座教授。我觉得就是您看啊，从投资、企业管理还有教育这3个领域，就在您身上有产生了一个完美的结合。请您先给我们讲一讲这3个标签是如何在您的身上产生链接的。我觉得闪耀谈不上，完美也谈不上，但这几件事情其实拼在一起还是蛮有意思的。用我们可能上学时候的老话来讲，叫寓教于学，然后可能投资于实践吧。因为从这个嘉嘉资本来讲，我们肯定是个 investor， 但是从以前无论是操盘蓝标国际，还是说是包括以前在高科技公司做管理做销售等等等等，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运
运营，所以就这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对，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那这3个身份里面，哪个身份你是您最享受的？实话实说，我觉得还都蛮享受的。先说第3件事情吧，包括南加大教授，包括其实以前在国内也在一些大学里边跟同学们有一些比较系统性的交流，或者你叫他教学也好，或者讲座也好。我觉得有些人会问我说：“你这么忙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教别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从年轻人的身上，从同学们那边，其实我们可能得到很多的这个信息的反馈。那这个呢，又进一步的可以就是连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去，无论是投资还是运营，同时也是看到新一代这个人才他们在成长中的一些闪光点以及一些困惑。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帮助他们呢，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所以这可能是第3件事情，但也有可能是现在占我时间最少的事情。包括上次在 Harvard 的时候，其实也碰到同学问我说：“你是更 enjoy being as an operator， 还是说更 enjoy investor？” 我觉得就是很难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可能碰巧在不同的时间点碰到了这个一个机遇，就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个人一定选择呢，可能顺序上还真的是会 prefer 先是operate。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你可以是一个工程师，你也可以是一个销售，可以是一个营销 marketing manager 或 whatever。然后因为你这样的话，你会有第一手的手感。就是我觉得其实经验教训本身甚至比经验更 valuable。然后带着这些 insight 再来做这个投资呢，可能看到也会相对会更清楚一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家资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为创业者带来价值。那我希望这个价值呢，不是一个 by textbook 的一个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有过实操经验，我们也摔过跟头。那希望把这些价值带给我们的被投资的这些企业、这些创业者，能够帮助他们少踩一些坑，少走一些弯路。我觉得这样的就把2件事情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郝蕾姐，那我们可以先从最近的这个硅谷创投圈一件大事儿聊起哈。由 Richard Salter、施天林、田栋等8位顶级 AI 科学家，他们共同建立的这个 Recursive Super Intelligence 这家初创公司上来就融资了6.5亿美金，估值直接飙到了46.5亿美金。然后我非常惊喜的在投资人行列中看到了嘉资本赫然在列。我还是想问一个辛辣的问题，这一轮投资人除了您之外还有谁？就是 Google Ventures Greycroft、英伟达、AMD 等这些完全是顶级机构。那么您是如何带着嘉资本稳稳的坐上这张顶级创投的牌桌的？我们就是怎么上这个牌桌哈？我借用你刚才一段话吧，我觉得其实人跟人之间也好，人跟事情之间也好，公司和基金之间也好，甚至包括公司和公司之间也好，缘分其实带来的就是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那怎么理解呢？就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比如说就像 dating 对吧？ dating 你有一个 get to know each other 的一个开始，然后中间呢你可能互相了解，然后最后就是 hopefully fall in love。如果你 fall in love 呢，它就会双向奔赴。其实在硅谷的很多投资机会是需要双向奔赴的。第一点，什么叫缘分？这个缘分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人，这是我们 dating right。那对于投资来讲，其实你也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投资标的。因为家本身我们的这个中心思想的投资，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 PMF 的，就是已经过了这个产品市场切合阶段，然后甚至我们需要看到recurring revenue， 就是有一个重复性的收入的 pattern 已经出来，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那其实Recursive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为什么我们会投？这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地点遇到了这家公司。那我展开来讲一下，为什么是说合适的时间？从整个大的 AI 的这个进程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已经存在了近100年吧，大几十年肯定是有了。然后到2022年年底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可能是更多的是个 Gen AI。那走到今天呢，大家开始谈后训练，谈推理，谈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right？ 这个 recursion 这个英文单词本身的意思就是递归，它更多的是一个自我提高、自我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件事情可能在3年之前或者在10年之前，它就不是一个合适的事情，或者不是一个合适的人，对吧？那现在在积累到今天之后，它这件事情变得可以看得见，但还没有完全到达，所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goal to go。那第二就是说到我们自身，其实在你也知道，我们在前一阶段大概过去2年多时间之内投了10几家公司，还都是符合我原来的中心思想的，就是要经过 PMF， 然后有 recurring revenue， 有了一些还是不错的退出。那如果一开始我们碰到 recursive 这样的项目，可能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但现在到了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确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一些大的趋势，上对我们家来讲，我觉得也是 ready 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在合适的时间地点碰到合适的对象。然后再讲一下双向奔赴的事情。其实我对所有的 portfolio company 或者创业者都会讲，就是募资你募的不是资。硅谷不缺热钱，
这个那目的是什么呢？可能目的是理解，第一是理解和了解，后面是支持和资源。所以我们选项目也一定会选我们，就他们会接受谁的钱，不接受谁的钱，他一定要会看你带来怎么样的 value，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那在这种情况下 hopefully 我们家还是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些价值的。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件双向奔赴的事情。投资圈里经常会讲嘛，就是一家公司他想未来能够引入更顶级的投资人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女孩想嫁入豪门，她第一次恋爱绝对不能瞎谈。所以就是初始的 investor 也是需要被遴选的，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一路上的 investor 其实都需要被遴选的，仔细一点，就是其实一定程度你是在选择与谁同行，没错。对我们投资方来讲是，对创业公司更是，所以与谁同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说你并不仅仅是一个拿钱这么简单的，甚至有些时候你甚至还要想这笔钱我是不是要拿，或者我要不要拿这么多，因为每一次拿钱都是一个带路的过程，都是一个引入同行伙伴的过程，那是需要 think it through really 就是要思考到极致在做决定的事情。对，能上牌桌是一回事儿，上了牌桌敢下注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也看到，因为都是顶级科学家，说实话每个科学家单拎出来都能创造一个独角兽，但他的公司的估值低不了，那可能有一些人他上了牌桌他不敢下注。那为什么佳佳基金敢于下注？它背后的逻辑是怎样？是不是说，我听说大家会觉得这是一家好公司，但可能这未必是一个好生意。就您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生意吗？对，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些很有意思的点，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哈。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可能3年前佳佳刚开始决定成立的时候还不一定有，现在一定有了。就是这一次整个 AI 的浪潮其实是一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甚至会激烈过上次的 Internet 带来的革命。那如果是这样一种革命的话，那它肯定会带来一些范式上的改变。那范式上改变呢，也会带来一些创业企业的一些不同的一种形式，比如说可能 research 本身就是这个研究本身它就是一个产品也比如说它可能这个 research 做出来之后，其实你包括看到 Anthropic 在前2年的时候，它也是在找方向，但它一旦找对了方向，它会是一个爆发级的一种增长。所以如果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呢，你可以看到是不便宜，很多人都跟我讲哇，公司很好，人也很牛，但是的确好贵啊。我觉得贵和便宜其实是相对的，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另外，我也同意，就是说有些生意它可能是它就是一个生意。它并不一定是个 venture business，也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劝退一些 entrepreneur 的原因，就可能这个 founder business 它可能是把它可以做起来，甚至是挣一些小钱，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很远的未来一个指导趋势，然后需要 venture 的 money 来 support 你的，很多时候的确不是。那 recursive 其实是另外一面，是 the opposite， 就是它是一个值得长期做，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化结果的那在这种情况下 venture 给他的每一分钱，我觉得都是在为未来共同创造价值，在一起做努力，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因为外界可能看到就是比较简单的退出回报，但是可能真正决定一家基金能够否走得长远的，在于它到底信什么、不信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郝丽姐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讲佳佳基金它自己信奉的投资哲学是怎样的，以及包括您现在在做的一些 portfolio， 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特色是什么？早期投资吧，刚才后面还有后期的投资以及2级市场投资，我们就说早期投资的其实也有不同的打法，我觉得每种打法都有这个自己胜出的可能性。那我们做的一个 conscious decision， 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选择呢，是我称它为做1到10的事情。什么叫1到10的事情？就0到1的事情，可能真的是从创业者的一个 idea， 然后你从 develop 成以前叫 PPT 叫 deck， 可能现在会更简化一点，然后到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可能100到1000、1000到10000就是更大的事情。那1到10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产品的雏形，然后已经经过了 initial 最早期阶段的 PMF， 但它一定还会 pivot， 然后已经有了一部分的营收，但它的 profit 几乎是没有的，甚至还会在最低点。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入，我们在这个时候进入的，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也跟我们自己这个团队的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吧，就是我们这些人可能更多的是从刚才提到从做 operator 的角度，我们是自己带过兵打过仗，可能是在不同的这个行业里边，无论是科技行业还是金融行业都有过一定的从业经验。那现在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些经验拿过来去帮助创业者，但如果你只是一个 idea， 大概很难帮助你。另外呢，我是 truly believe 就是这个 idea 本身是要由创业者自己自发的去放在他脑子里，而不是你别人硬塞进去的所以另外一个我们就说，你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这个钉子你一定要自己非常清晰的看见之后，你才应该去创业。那在这种情况下，等到你有了一定的雏形了之后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也学习过他这个叫product life cycle， 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在已经出生之后，在非常早期成长的时候，我们进去这个
扶你上马，然后送一程，然后等到成长到一定 size 的时候，我们也会引进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包括一些 corporate 的一些资本关系，也包括一些业务关系，也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一些所谓的经验教训，然后帮助你更好的成长。所以 consciously 我们基金本身是选择这样一个阶段进入，但实话实说，这个阶段我说也是有利有弊哈，它有不同的打法。利可能就是说我们会相对比较稳健啊，就是躲过了最早的这个最 chaotic、最混乱、最疯狂的阶段，不能讲是缺点吧，但就是你需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放卫星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因为有些它真的就是你就是用你的话来讲，比如上了牌之后，它可能就是豪赌，对吧？我一直说就是胡椒面理论，你撒出去1万个胡椒面，可能1个2个砸中了，它可能这1个2个可能是上百倍的回报。那我们呢？实话实说，赌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更愿意做的是陪伴与成长的事情。对，也就是讲，您可能开始就能看到这是一个好苗子，然后开始去浇灌它。对，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做这个选择题嘛，那你选择在哪样的这个赛道上，在怎么样的赛车手上去这个放你的时间，其实最不需要担心的，其实本身是赛车，就是如果我们用赛车道、赛车和赛车手这3个东西来这个形容创业的话，可能赛道是你选择的 market category， 是你整个选择的大 target 的大的市场，然后这个赛车本身就是产品啊，是你的公司中间会 pivot， 一定会 pivot 的，甚至大的公司它都会 pivot 很多次，这个并不可怕。然后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其实是赛车手，是这个人这个团队，以及你知道自己需要补什么，那你怎么样去找到合适的 partner 或者co-founder 或者 founding member，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so far 大概投了15家吧，15家，当然到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有12家，最近又加了2-3家。那这个就是当中绝大部分，比如说刚刚除了我们提到的 recursive super intelligence， 称它为 RSI 吧。除了 RSI 本身呢，我们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刚才讲到有 PMF， 然后已经有这个 recurring revenue， 然后有客户这样一个大概的 pattern。那中间呢，就是比较幸运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已经看到这12家当中的4家已经成功退出了。他们分别卖给了，有些是卖给了上市公司，有些是卖给了 PE， 有些是卖给了这个另外一个独角兽啊。这也是现在这个 AI 整个投资领域当中一个创投领域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它整个是在加速过程中。那你退出其实本身也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一种退出形式，并不是说一定要等到 IPO。那我们其实现在portfolio 当中还会有相当的这个部分的公司还在剩下的，就是我管它叫这个一个所谓的一个杠铃原则。这个杠铃就是这个抓手其实是 LLM， 其实我们过去是不投的，我们投的是这个杠铃的2端。那一端呢就叫基础设施层，就叫 AI infrastructure，还有一端叫应用层，叫 AI application。我们在这2端都做了一些布局吧。比如说到 infra 这边，我们把它进一步的细分成就是软的 infra 和硬的 infra， 就是 hard and soft。hard 可能更多的是看得见的，就是有形的 tangible 的。那这中间包括我们提到的芯片公司，包括我们最近也投了一家这个 EDA 的公司，它是跟芯片的这个设计息息相关的，叫 Normal Computing。然后另外的话，包括一些 data center company， 跟提供 data center 这个服务的 company，right？这是所谓的硬的。那软的这个基础设施就是跟 data 的就是跟数据的打标、清洗，然后 data streaming 息息相关的。就像大家都知道 Scale.ai 它可能卖给了这个 Meta， 对吧？我们其实投了一个类似像Scale AI 的这么一个数据打标对标注公司，它更多的是在医疗领域，也很快迎来了它的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退出吧。所以这是在 infra。就是在基础设施层，然后在这个应用层呢，当然我们有一些重点看的领域，一个是 healthcare， 就是 AI 的这个跟 healthcare 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交互点。因为可能大家这个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其实健康行业、医疗行业都非常大，但我们其实就说美国你可以看到是它这个行业在过去这个10年吧，其实它改进的速度是远远这个滞后的，也招来了很多的这种 complaint。那中间的很多问题是可以靠 AI， 无论是从 technology delivery 还是从 service 角度，是可以把它进化的。那现在进一步走到了可能是用 AI 去做一些合规的事情。我是指医疗合规 FDA 合规，然后也包括一些药物的研发等等等等 clinical trial 这些东西现在都是通过 AI 可以提高的。那我们现在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布局，就是跟 AI healthcare 相关领域。那还有一些呢，就大家也提到这个具身智能嘛，其实就是你看得到的，然后能够真正为一个行业把它用起来的。然后我们的选择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大号的具身智能，就是我们投了一家这个自动卡车驾驶的公司叫 Bolt。那这家公司他们跟以前的自动驾驶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它是真正在用运货产生的 revenue 和以及帮运货商这个省掉的 cost 这2个非常实际的跟实际业务相结合的指标去衡量他自己的成功，而不是像以前说OK 我现在只是一个 L3、L4、L 几的一个技术，只是一个技术服务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负责任的
不耍流氓的态度，就是我们跟最后的结果相结合。当然，我们还投了一些比如说跟 video generating 相关的一些公司，所以这些就是还有一家叫 Crypto， 它是很多的跟 media asset 相结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布局是在杠铃的两侧，不是在中间这个抓手上。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我管它叫这是一个相当中高回报的这么一个投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种投资它其实是horizontal 的，是水平性。比如说你可能你5年前你去，甚至都不用说5年，甚至3年前、2年前。去年这个时候，那么多人也没有看清楚 Anthropic 会到底怎么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是一种水平性，它是以极高的赔率，但是你一旦投了，你可能会得到极高的回报。那我们选择这些 vertical 垂直行业，它可能是一种中高的赔率和中高的回报，是因为垂直行业里面它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它的数据、它的就是它的 data 以及它的话术，对吧？就是它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特定的这个话术，以及它的行业经验，这个是能够形成它自己的一个信息飞轮的。那又针对这些 vertical 的行业去做这个 AI 相关的投资，是我们可能感觉从我们的判断来讲是相对比较靠谱的事情。对，那我也看到了，就是当您还在投资，我这几个月看来您又多投了几家公司。上次咱们聊的时候还是12家，是的，就是然后当时我在算哈，咱这退出率这个相当之高啊，相当于您给 LP 交出了一份非常棒的成绩单。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结果？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可能说我们特别棒还稍微有点早。我觉得我可能自己的判断包括我们团队内部沟通，我觉得我们及格吧。就是因为衡量基金或者一期基金它投资是不是成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维度的指标。那个这个如果一定要说到财务指标的话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你说 return 对吧？它当然 return 也分一定要讲到术语，比如说像 MOIC、像 IRR、像 TVPI 等等等等这些 return。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说的是可能一个你真正拿回到真金白银的指标。我觉得这个还是重要的，因为这个既然这个就是我们都有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啊，就是说你既然坐在这里的话，你是在为这个就是相信你的人。用他们的这个资本在做投资的话，我希望还是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回报，而不仅仅是纸面的回报。当然，这中间呢，会有一些平衡，有一些它可能是走的就是会比较长、比较远，那有一些的话它是走的比较稳，但它会看到更实际的一些退出。我希望在中间这个 balance 是一个全面的 balance。我们退出了4家公司，的确给 LP 在这个3年不到的时间带来了，应该讲是好于平均线的一个真金白银的回报，但是可能我们压住更多的是目前还没有退出的公司。就是我就说它其实是个足球队，就是这个足球队，就是你的 portfolio， 我们作为这个 investor 来讲，我们的 portfolio 其实是一个足球队。那这个足球队当中，它一定是有踢中场的，一定有踢后卫的。一定有守门员。Hopefully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后卫及守门员，你别丢球，或者你别挂了，对吧？就别我们还在投的过程中，有1-2个已经不行了。那中场他是稳住大局的，当然前锋是最后会得分或者得高分的。当然同时我们也会知道前锋他会被罚下场的可能性，被踢残的可能性也会相对比较大，这就是风险投资的特点。所以我们现在退出的这几家呢，我不敢说他们是前锋，实话实说哈，这个他们还是相对比较稳的。那我们希望我们前锋的这些portfolio company 能够看到更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hopefully能够笑到最后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这个是用财务指标去衡量一个基金一个投资的成功 or not， right？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从情怀理想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一定选择有可为而有可不为。比如说像有些东西，我个人是坚决不投的。不在这里这个具体说了，因为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 preference， 对，都有不同的 taste 和 preference。那有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它好玩，是个现象可以看，但我不会选择把相信我们的 LP 的钱真金白银放在这里。那我们希望带来的长久的 value 还是这句话，就是能够跟志同道合的人帮助他们成长。改变世界是一个很大的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起码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我有看到您的 portfolio 基本是围绕着，就是我感觉各个领域都有布局。确实像您说是一个足球队，但是好像大模型这块你没有压住，对，这个有什么考量吗？我觉得实话实说啊，因为 OpenAI 跟 Anthropic 包括另外几个模型出来的时候，我们基金还在组建过程中。那这个就我刚才说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可能对我们来讲的确那个时候就没碰上，我们没碰上。然后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回到我刚才一直在提的一点，是我们是真心希望跟我们的 portfolio company 之间是有一个 connection 的，就是我们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的确 OpenAI 中间它已经变成一个巨无霸的时候，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尤其像我们这个 size 的基金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回到就所谓赌性不强吧，就我不是一个追高的人，我觉得非常这个 appreciate OpenAI Anthropic 给这个行业带来的，因为它是一个扩散性，它也变成了一个 ecosystem， 变成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 play， 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机会。
以及带来的很多的思考但我们本身就不需要去追高了，因为其实可以投的这个企业这个 founder 可以看的领域一直在层出不穷的在冒出来。对，您在当初创立佳佳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希望帮助华人创业者在硅谷能够拿到和本地人对齐的资源和公平待遇。那么现在再看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哈，这个 AI 人才市场的叙事这2年好像有所反转啊，因为华人研究员现在就跟 NBA 球星一样，被各种巨头公司争夺。您觉得当初那扇不公平的门现在还存在吗？我觉得大概不是一个主观公平与不公平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可能有这个绝对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把事情做出来。那我觉得在不同的时期呢，可能就是英文叫 pick up your battles， 就是你要选你应该打的这个战役去打。包括在佳佳最早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只看华人的这个创业企业。比如说我可能用一个从数据上来讲，我们看的100家创业企业当中，可能60-70%还是 either 是非华人。或者是一个 mix 的一个 structure，对，它可能里边有华人、有非华人、有各种各样族裔的。但是实话说到我们投的当中呢，可能有1半以上的，它的确是有华人创业者的。这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它因为人跟人有自然的亲近感嘛。又回到我们的投资理念，是因为就是我一再提到，就是我们是跟创业者之间的这种跟 founder 之间这种相对紧密的连接。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资源上、在认知上、在 insight 上这方面，如果能够跟这个华人创业者带来一些就是更有意义的价值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值得我们更多的去介入的。对对对，因为上次跟田栋聊天的时候，我们俩还一致认为，哎呀，AI 这波机会代表我们华人的时代来了。怎么说呢？我觉得就这些，比如说你看到1亿2亿美金被挖走的这些明星级的研究员、科学家哈，其实他们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哈。就是有些人他并不一定想创业或者适合创业，明白？或者说只是因为以前创业受阻才会去上班。然后反过头来讲，即使是其他族裔的，你看 Anthropic 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说法，就他们已经成了其他公司 CTO 这个聚集地，就其他公司 CTO 现在到他这边来上班。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放广之间去讨论这个话题吧，就不会拿太多的族裔或者这个culture 的 background 去看这件事情。就像很多人其实以前也问过我说，你是不是看到那个我们以前说 glass ceiling， 然后后来变成 bamboo ceiling， 就是指华人在一定上他会被受阻。从绝对数据上来讲可能是存在的，但我觉得从每个个体来讲呢，没必要过分强调的是，你可能强调的可能需要给自己更多的心理暗示，是怎么样增强自己的能力去进一步突破。那从这一点来说，说到创业企业，我们可能的确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华裔来讲，可能有些地方是我们更需要突破的，比如说你的沟通技能，比如说你这个我就说一直说 storytelling， 就你能不能讲好你的故事，你能不能deliver 一个很好的 message in the right way，你能不能做好自己的品牌，这些可能是超乎技术层面更多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因为毕竟你在做的是一个公司，而并不仅仅是一个 research。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我们希望还是为创业者能够带来一些我们自己的认知和帮助。从您的经历中有一点特别宝贵哈，就是您不是只是经历过一个周期，而是您是穿越了非常多的这个，说的好像岁数很大的感觉。没有，不是，但确实这10几年来之间，这个技术的革新太快了。您早期一路历经了半导体周期，还有移动互联网跟社交网络的一个爆发期，还有中国品牌的集体的大出海时期，然后再到今天的这个 AI 时代，您是可以看到水变化的那个人。您认为这么多轮周期下来，创投这一行有什么东西到现在是被颠覆了的？有什么东西可能在过去10年、20年是没有变化的？速度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尤其这一波 AI 哈，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公司起得也快，然后包括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也快，但是可能过几个月他们也就被颠覆了。我觉得这个是 AI naturally 带来的一个变化，这的确是我们看到的。我记得我在22年的一次演讲当中还提到，就是我们其实大概这张图你也看到，就是你到达1个 million。一个用户的时候需要 take 的时间，比如说从一个 app 的角度来讲，你拿 OpenAI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 app 来看，包括刚才你讲的 mobile internet 移动互联时代，然后包括 internet 的互联网时代，它的确这个时间是在极大的缩短的。这个发生变化，我觉得没有发生变化的，到最后其实还是人跟人在 interact， 起码在今天是的，可能以后变成 agent 跟人或者 agent 跟 agent， 但起码在今天做创业企业，管理大型企业。包括我们做投资，其实还是在看人嘛。那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赛车手与赛车道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赛车手。那有没有这种能力能够第一对人创业者有一个好的判断，然后同时帮助他成长？我觉得这一点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什么特质的赛车手是您比较喜欢的？就是您一眼看上他有这个特质，基本上就是他了。就是您选
创始人的一些。我们因为现在只投 AI，嗯，那我们只投跟 AI 相关的东西呢，我觉得懂技术还是非常需要的，不是说你要天天趴在那边做 programming，因为现在 programming 已经基本上可以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觉得了解技术，这是知道技术走的大的方向，这个是重要的。我可能觉得从第一判断来讲，我希望看见眼里有光的人，因为创业真的不是九死一生啊，我觉得创业可能是99死一生的事情。对这个，所以如果你今天眼里无光的话，可能往前走被击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业者的这种韧性，或者我们讲是逆商，我们是讲情商，讲智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逆境下的这个逆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当然剩下的是一些能力的适配。对我来讲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要知道自己的 weakness 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有 weakness， 那这种 weakness 你很大程度是要靠去找 partner 去补。或者找团队去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单一创始人 ，sole founder 是 OK 的，但是那你就可能要靠一些外部的资源或者团队去补。那如果是 co-founders， 那这个中间的互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经常跟团队讲，就是说，咱别只跟 founder 聊，或者说只听一个主要的 CEO， 他跟你讲，我下面还有这个 co-founder， 还有那个 co-founder， 很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是这个，比如说3个 co-founder， 包括刚才提到 recursive 8个 co-founder， 8个顶级的大脑瓜子们，对吧？包括他们之间的互动，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到最后是这些人在一起把事情做成。那您觉得1号位这个人是必须要技术出身的吗？在您看来？那倒不一定。但我觉得刚才提到就是说他要懂，就是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他不一定是非要说是强技术出身，但他一定懂大的技术趋势和方向。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他是1号位，他不是技术出身的话，那他一定要强在比如说在商业化本身上，或者在一些其他领域上，比如在识人用人上有非常强的这个过人之处。其实到最后，包括当时我记得我在做 CEO 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团队讲过，就是你什么时候是一个特别强的 leader， 你什么时候只是一个特别强 even 你非常高智商的一个，就是他们叫 IC 嘛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当你能够承认并且意识到别人比你自己更重要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leader。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spotlight 让给别人，你可以让你手下的人挣的比你多，但你是那个把这个局，我们北京话说把这个局攒起来的人，能够让大家往一个方向走的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leader。我觉得这一点 again 从大企业从创业企业，我觉得其实也是异曲同工的，是同样的。那在您眼中，您觉得 VC 是一种怎样的游戏，以及投资人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他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回到刚才那个足球队的那个比喻吧，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这个 VC 是那个吹哨的那个裁判啊，我真心觉得不是。所以如果回到足球队的这个比喻来讲，我觉得可能你是那个足球队的领队和教练，甚至领队都谈不上。为什么说是教练呢？因为你要挑嘛，那你要挑谁要进入这个足球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你还要挑 OK 谁去冲那个前锋，谁是那个中场，谁是那个后卫。当这个本身每一个创业企业其实到最后还是属于他们这个公司的运营者本身，但在中间你要做一个平衡以及帮助，以及协助。所以我觉得教练陪练可能是我们更 humble 的一个角度去看我们自己这个在中间的角色。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倾听者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就刚刚过完元旦，大概有2位我们 portfolio 公司的两个不同公司的创业者，其实他们在假期期间就给我发了 message，就是可能会碰到一些这个比较难的事情，然后假期时间可能又有更多的时间思考。那思考完，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不能找你聊一下？那 OK， 我们过完元旦真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听他们说，你是在听他们在自己一个 self reflection 的过程。我觉得这些 even 情感上的 massage，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给予这些创业者这个时间和 channel 去给他们最有意义的陪伴。对，所以我不觉得 VC 是那个吹哨的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教练以及陪练的角色。您就是创始人们的夜里深夜崩溃时候可以随时打电话的那个导师。导师不敢，导师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包括刚才谈到南加大这个经历，这个包括以前在国内这种大学这种去做讲，就真的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讲，其实可能最大乐趣也是在于学习，就是你永远在拥抱新的事情，可能也会拥抱到新的一些挑战和困难，但这个本身它是成长，就是
是能够带来旺盛生命力的东西。就为什么说有些人他可能25岁他就已经死亡，只是到75岁被埋葬，就很多时候他因为他没有找到让他能够持续学习、爆发热情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很有幸的赶上了一个时代，然后同时能够很有幸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我不说百年不遇，但百年一遇的这样一个技术的这个迭代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时碰到一群非常优秀的人，我觉得其实本身是何其有幸的事情。你也在经营 Ventures Fellow 这样一个计划，对，我还参加过一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欣喜能够看到您能够保持跟一线创业者这样一个积极的沟通跟对话啊，包括大家聚集一堂也能够学到很多新的东西。那嘉达基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从创业者那里，从他们那儿也学到一些？非常多，我觉得几乎是每一天吧，真的是几乎每一天。Fellowship Program 是对我们在就是嘉嘉资本创始之初就拿定主意要做的事情，当然也是一边做一边修改，对吧？一边在演进。但在这个过程中，真的让我很感动的是，碰到了这么多有想法的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有些可能在大厂上班，有些可能现在依然在大厂上班，有些可能在科研机构里边做研究，有些其实也是那个 Zuckerberg 就是那个小扎这个花了巨资这个挖过去的人才中间的一两位吧。那这些 fellow 跟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但是就是说他们对于前沿 AI 发展的这种敏锐性。以及因为他们是真的是着手在做这个事情的，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从中间学到了很多东西。那同时如果我们能够 facilitate 这样一个场合，让大家能够做一些比较高质量的交流，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于他们 day to day 的工作，还是说他们哪天创业的时候找到了这个在这个小的圈子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这个伙伴partner co-founder， 我觉得那 hopefully 也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意义的地方。当然这个中间还有一些桥梁作用也发挥在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毕竟是 run 过 global business， 他们可能有些就是人在开车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盲点，有 blind spot， 那这些盲点呢，我们 hopefully 能够帮他们在创业之初或想创业的时候能够帮他们一起去看到，我觉得这个 hopefully 也会有些价值。对，所以这个 program 一直在往前演进的过程中，也欢迎可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业界的年轻人加入。我发现您的这个职业生涯中有2次特别大的转身，可能都不能叫平移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向上一跃。一个是您在半导体行业做了11年之后，然后毅然跳出来做蓝标国际的 CEO， 还有一个就是您现在从跨国公司掌门人转身从零开始做风投，所以这两条路，包括尤其是这2次转身，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经历是怎样的，包括当时一些感受，这个背后的选择的逻辑？可能每次当中都有偶然性，也都有必然性。就偶然性，就我说就是又回到那句话，就你在什么时间碰到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first of all 进入这个芯片行业，包括进入整个科技行业，我觉得就有一定的偶然性在里边。因为在芯片行业之前，我也在这个通讯行业 telecommunication 和 internet 行业，当然都是做很硬的技术的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碰到的一个机会，可能刚开始是懵懂进去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你有极大的 curiosity，那就会一直会学习到新的东西。然后我一直说，我是其实刚开始的几个月是痛苦的，因为你可能不是专门干这个出身，你可能不是专门学这个专业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学习的过程。但是当你学习到不敢说100%啊，但是就是跟你的这个职位相关的，比如说70%-80%的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开始 contribute， 你可以开始就是帮助团队、帮助公司做贡献，那本身又是有带来很大喜悦感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发生，这个还是蛮幸运的，就是它没有说在一刻它枯竭了。然后提到这个2次的这个变化哈，从芯片行业到蓝标这件事情，的确当时很多人问我，就一个是在硅谷这个应该讲是全球最大最顶级的芯片行业做着好好，当时也在全球飞，因为也管全球的业务，也管大中华区域的这个一些拓展的，怎么会一下子去了蓝色光标？因为很多人他这是一个大乙方，对吧？它毕竟是个 professional service 行业，我实话实说，我觉得第一还是有些情怀的。我觉得情怀这个词可能有些时候已经被大家这个就是加了引号，但我觉得真的是有情怀，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在13、14年左右吧，你感觉你能够带着一家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这个无论这个企业它是 professional， 它是做 hardware， 它是做 software， 它是做 commodity， 我觉得都 OK。那本身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也是在那个契机下，我觉得更多的看到资本层面的一些运作，因为在此之前，在高科技公司里边，可能更多的无论你是做管理、做销售，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在 operation 的角度。就是在蓝标的这10年也10年左右这么一个历程，我觉得还是看到了again 不同的挑战，但也是一些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提到第2次就是到投资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比较 natural 的事情，就是说你到这个时间点也积累一些 again 所谓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呢，你是希望能够就是多方位的去帮助
别人，你可以 go vertical， 你可以 go horizontal， 对吧？你可以走广，你可以走深。就像我们当年，比如说在北外念书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精读课，你有泛读课，对吧？可能在一个企业里做，我觉得更多是一个精读课。那你在这个企业，在这个行业里，你扎深下去。那泛读课的意思，可能我觉得投资一定上它是一个泛读课，就是你会看到不同的创业企业，你会见到不同人，同时你也必须要有不同的 knowledge， 关于资本，然后关于技术，然后关于人才，关于组织架构等等等等。那以前的一些积累，也包括一些教训，我觉得是很好的、很 natural 的、很自然的 reflect 到这样一个就是投资的决定当中，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对。那当一个人做过技术公司、全球运营、投并购、品牌出海，再回来做风投，您的判断力已经不是说简单的从书本上学来了，而是真枪实弹就练出来的。所以作为投资人，您一定有很多关于思维框架还有决策框架的一些独到的观点。那这些您待过的公司也都是各有各的文化基因。现在您回头看这些优秀的文化跟做事方式，就是哪些现在还在实实在在影响了您今天作为投资人的一些思考、管理和决策？我们投 AI， 但是我 keep saying 的一句话是人本位。在咱们刚才1个小时左右的交流当中，我可能已经提过3、4次关于人本位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对于人才团队，永远是我考量的最前几位的因素。Don't fall in love with your technology。尤其在硅谷，科技技术的进步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当你想把它变成一个商业行为，做成一个企业的话，仅仅爱上你自己觉得很牛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你怎么样把人甚至把你自己变成一种竞争力，变成一种资产，变成一个值得去让人家投、让人家这个仰望的一个这个对象，我觉得可能是值得每一位投资者以及每一位创业者去思考的问题。斯坦福的校友们经常会提到一个现象，叫鸭子现象。这是湾区特有的一种现象。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鸭子在水上非常高雅着游着非常惬意，但水下面它一直在拼命划水向前扑通。这个其实就是硅谷精英的一种生存现状。就有时候他们可能会伪装成自己做所有事情都非常轻松的样，实际上被里卷的不行。刚刚您也讲了说，不要只是热衷于去追寻这个技术，对，还如何想的，应该如何想的，这更好的提高自己。所以就是我也想问问您，就是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还是会有一些叫做冒充者综合征，因为很多一些成功的创始人们他们也会提到过自己曾经有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先装成那个人，最后努力成为那个人。对，那这种焦虑，您觉得就是您有什么建议，让年轻人去拥抱焦虑也好，还是说就是忘掉焦虑？如果有焦虑的话，忘掉是不可能的。这个忘掉可能会反而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或者你假装没有，会有些心理上的问题。我觉得有焦虑，承认它，面对它，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焦虑是生活，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有些时候甚至是可以变成动力的。就说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化学反应，你可以让它怎么反应。然后另外你刚才提到这个水上可能看似优雅平静，水下紧着倒腾这种，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让我想起就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他们经常说那些好学生是表面上看着云淡风轻的其实也没少用功，对吧？对，我觉得 that's okay， 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这个如果他还起码愿意装一装云淡风轻，是说明他还有足够的带宽去做这件事情，对吧？那有些人可能已经疲于奔命了。再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就是他年轻人有焦虑，或者其实不光是年轻人，我觉得在任何年龄，就是你想做事情一定会有焦虑。另外，就算你不做事，你选择躺平有躺平的焦虑。我相信你就是在这方圆10个 mile， 可能20个 mile。已经聚集了大概全球密度最高的富豪的地方，躺平的人并不快乐，躺平的人其实他有他的焦虑。所以如果你认清了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第一呢，不是说安于现状但就是安于你现在在的任何的一个生活的阶段，对吧？你选择了创业，还是你选择在大公司继续爬这个叫 corporate ladder， 我觉得没有对错，但是如果这是你的选择，那就做下去。如果你选择用稍微慢一点的步伐，而不是说全速的去跟周围的人的卷，那我觉得就好好这个 enjoy 这个蓝天白云。那如果你选择就是说，比如说像我的很多朋友就跟我开玩笑说他说你会一直折腾到80岁90岁 which 我也认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会选择的人生道路。那在中间它带来的辛苦，带来的焦虑，带来的付出，这是你选择生活的一个这 part of the package， right？ 就是你去接受它，然后甚至痛苦本身，焦虑本身，我觉得如果我说 enjoy 它，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矫情，但其实真的是这样。这个就像你有些时候选择吃的东西，对吧？其实我们到今天都知道什么是最健康的，但你要选择一种健康而无味的食物吗？我不会。
我可能永远不会。您就想吃火锅，吃烤串也不能天天吃火锅。但比如说，我的确，你看我不是四川人，不湖南人，但是我喜欢吃辣的东西，对吧？但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些选择和变化，但我不会选择无滋无味的生活，给生活加点料。那您现在回头看哈，就是您会觉得过往的所有的经历，都为了成就您成为 VC， 帮助年轻人做创业公司这样一条路吗？其实，在做每一步的时候都没想过，对这个，说不定谁知道呢？可能 VC 做着做着，我又想去做其他的了。但是呢，我其实相信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 eventually all the dots connect itself。它所有的这个当时看起来好像非常 scattered、非常零散的这些点，甚至有些人会说是毫无意义的点，其实到最后都会连成线和面，因为别人看到的往往是看到你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果或者成果，或者看到的一个所谓的终局哈。终局这个词可能太大太宿命了，但对于每个人来讲，其实生命都是一个 journey， 都是一个历程和过程。那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在任何一个路口，可能都会有1条、2条，甚至3条、5条路可以选。你如果选了，那你就走下去，没有，我觉得是没有白走的路的，真的是没有白走的路。Eventually 这些 dots 它是会 connect， 所以我不觉得我当时是为了一步步plan 好的走到今天，比如说去做投资，还是说是可能比如说在5年前6年前去做蓝标国际的 CEO，真的没有，甚至有些时候也走了冤枉路，没有选最短的路径，但我依然觉得是 OK 的，就开玩笑说，就是很多时候人家说，教我怎么理财，其实我一直觉得，不是理财，当然我们生活要有一个基本的水准可以维持啊，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人说，那不是理财，那可能是时间，我其实觉得管理的甚至不是时间，是精力，就是精力是 energy 这个精力，就是说人有 positive energy，有 negative energy， 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就是你比如说，包括疫情的时候，大家被锁在一个地方无处可去的时候，其实你依然会有一些 positive 和 negative 中间的转换。所以大家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都在做一些有些是你热爱的事情，有些可能是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你怎么 manage 好自己的 energy？这个可能反而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把精力放到哪儿，你的爱就在哪儿。我觉得如果能够找到自己又热爱，同时又擅长的事情，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啊，那是一种何等的幸福啊！上次回上海的时候，我去看了个小剧场，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就现在国内有很多小剧场，然后其实我原来一个上文广的朋友介绍我去的，然后因为他跟后面的主创团队认识嘛，后来把就是他们的这个主创团队其实也是 founders， 然后包括导演，就是我们在看完之后还坐那儿聊了会儿天儿，然后那几个男孩其实还叫了一下老师，因为有 USC 有南加大毕业的哈，然后当时聊天之后，中间也有 Stanford 毕业，有南加大毕业，他们有些是真的是学技术和数据的。然后我当时还开他们玩笑，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大家可能是不是大部分是2代啊？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你做小剧场这件事情，可能你不挣钱，就是说你就是喜欢。”然后他们就说：“姐，你真的低估我们了。”他说：“我们的数是算得非常清楚的，我们从第一个剧开始就是挣钱的。”所以我记得那天，然后他们当时送了我一些，就是包括一些册子和一些伴手礼。我记得我回到酒店，当时在浦东，已经大概半夜12点，我第2天要飞回来，然后但是我还是把他们送给我东西全部翻了一遍，看了一遍。我记得在半夜1点的时候，后来给那个 founder 发了一个，就是一个短信吧，就是一手是生活之需，因为挣钱养家是生活之需，而另外呢是生命之爱。可能比如说去做这些剧场，去本来是一个学理工的人去做这些，回到自己的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去做这些，可能是他生命之爱。我说，如果你左手是生活之需，右手是生命之爱，但你能把2件事情合成一件，我真心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和幸福的事情。最后一个大问题吧，这其实是我一直想问您的，从我认识您那天开始就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跟刚刚您讲的这个故事也有点关系，就有点类似。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生大选择的时候，假如我前面有3条路，一条路是当下就能赚钱，但那不是我喜欢的；一条路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赚钱；还有一条是公认的，未来一定有方向、有未来的大势所趋的一条路。那您会建议年轻人选哪条？我不能建议，因为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吗？对，我真心不能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就是像你说的，第一他要的东西不一样，第二他可能当时的情况也不一样。这可能有点像我们就是很多就包括很多 founder 来问我，就是怎么样搭架构，怎么拿谁的钱不拿谁的钱，就是我会跟他讲，就是从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角度来讲，你如果明天要饿死了，请先活下来，就是吃饱，对吧？然后把团队养活，把这个家养活，才有后面可以聊的事儿，否则的话就没了，但当你有选择的时候，那你就是要回到你刚才说那个点，就是你自己心中的 priority 是什么？
如果你的 priority 是要做一件自己喜欢但是不是那么挣钱的事情，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甚至我会建议年轻人就是在刚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不要太计较。也不要太计较一时的这种金钱上的，我不是说去做傻事啊，明明这件事情只是不挣钱是傻的，非要去往里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比如说你真的是在年薪比如说10万和15万之间去选择的话，10万15万可能在湾区现在说少，但在不影响你基本生活水准情况下，你可能真的要想一想，你心中回到我刚才就你心中你热爱的、你擅长的到底是什么？我不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对钱太算计。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从回到公司的角度，还是这句话，你要选择的是你的同行者，可能不是说只是这件事情有多挣钱，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就非要去做。可能第3个点要 mention 一下，就是回到你刚才提到过的 venture business。什么叫 venture business？ 就是你拿了 venture 的钱。我上次在 Harvard 的时候，其实也被同学们问到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该拿谁的钱，怎么退出？比如说创业企业可能比如说在中国和美国，它可能退出的路径就会不太一样。这边其实大部分的初创企业它是靠并购退出的。那并购退出的话，你就真的会需要想，你是一定要把作为 IPO 作为你的终极目标吗？还是说，被买掉是 OK 的，加入一个团队到一定阶段是 OK 的。那这个其实会涉及到前面的若干个问题，包括架构怎么大，包括怎么在什么地方拿什么样的钱，包括我的团队、我的核心力量应该放在哪里，等等等等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中美之间可能还涉及到另外一个 regulatory 的 problem， 就是 export control， 就是核心技术的出口问题。所以很多话题是相连的。但是如果你拿了这个创投的钱，拿了 VC 的钱，你不去想退出，我觉得从创业者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态度，对吧？就你刚才也问到，它有些是个生意，它可能是个现金流的生意，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分红的生意，但它不是一个 venture business。那你既然是做一个 venture business 的话，那你可能真的是要认真考虑，要对投资者还是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起码以这样一个态度往前走，然后见招拆招嘛，肯定会碰到挑战，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互相商量，再找解决方案嘛。对。如果您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或者一个电影或者一篇文章，就是给您的职业生涯或者人生带来过重大影响，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哪个电影或者哪篇文章？我觉得可能先谈一个方法论或者一个想法吧。好呀。对，就是我觉得走到今天好像真的不是说你是学什么专业就一定会带来什么专业的成功，也不是说理科生就一定要在科技领域，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对吧？理科生他可能去做小剧场了，也不是说文科生就一定不能从事科技行业，对吧？比如我最近看到是说，据说现在文科生写的 prompt 比理科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更好，因为他可能他的表达能力，对他的表达能力沟通力会更强哈。但是从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从阅读，从这个包括看剧啊、看电影来讲呢，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指导思想是，不要功利性太强。比如说，你真的没必要一定要去看厚黑学，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在你特别想 enjoy reading 的时候，去看一本教你怎么样做好商业谈判，怎么样去融资，怎么样写好 PPT 或者 Excel spreadsheet 这样的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阅读，以及像看电影、看剧这些带来的愉悦性本身还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回到商业本身，从阅读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文科生，其实可能就是拜托你在数理和逻辑上还是要有很强的 sense， 就是你得对数字有感觉。就当这我们是放在一个做公司、做运营、做创业的这个大的话题下去讲这件事情。那如果是理科生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拜托你在审美方面在这个共情方面，可能有些理科生 by the way 是很强的，就是说可能就是做一些方面的这些方面的 strengthening，因为最终产品它是会产品公司架构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两个点啊，但然后回到就是说很难建议一本书或者一个电影，这个我倒是想到一本很老的书，就是可能是100多年前的书，对，就叫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月亮与六便士》，就是对这本书，这个对好老的书了，但是中间的一句话，我觉得一直我觉得我在提醒自己，也一直希望能够以此激励身边的人，就是你要抬头看到天上的月亮但同时地上有六便士的时候，还是要把它捡起来。当然这个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可能要沉到泥土中的事情去做，你要捡起地上的，别说6便士，1个便士，但在任何时候都别忘了抬头看看天空上的月亮。对于您来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你是指情感上的自由，physical 上的自由，还是都可以，每个人
理解不太一样。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觉得能够谈自由，你肯定要先想它的相反面，其实是牵绊。在这个世界上，牵绊肯定非常多，因为有了牵绊，你才会去想到所谓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但我觉得是有牵绊，但牵绊本身它可能是一种爱的表示，是一种 attachment 的一种表示。在有牵绊的情况下，你能够去做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本身这个已经是我觉得一种可以奢求到的自由了。我感觉您是对自己宝宝说，是不是就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同时还有自己的孩子在情感上。你说那个小朋友吗？对，我觉得可能是吧。我觉得其实，在不同时候，就是孩子是人生伴侣是，然后可能朋友也会是。我还是觉得绝对的自由有些时候不存在，不能说有些时候是，很多时候是不存在的。而且绝对自由有些时候是空的，是空的。就是这种，就说你说真的风筝，它可以飞得高，是因为有那根线在拽着。如果线剪断了，它就飞没了。那飞没了，你就真的没了。那这个感觉可能并不一定好。对，好，谢谢郝丽姐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感谢。这还有一个背景音乐了，是吧？特别赞。